三王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您怎么来的这件器物呀？这是我爷爷给我的东西，家传的。那这是什么器物？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现在朋友都说是假东西，我来找老师来看一下，这真假。这东西我在地摊上看到过，您觉得真的假的？看不出来。地摊上反正有卖的贵的，有卖的便宜的。好像看像假的吧？这个器物我告诉您啊，这么高大的一个器型啊，它往往出现在什么时期呢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有，那么商周时期也有，后来到西周时期呢，它逐渐个头缩小了。如果是真的的话，它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的一件玉琮。那么你想一想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多少年？您家传有这种东西吗？能够传多少代啊？这是爷爷给的东西，他咋来的东西我也不清楚。首先，整体来看，你看黑黑的，但是我们看呢，这个玉料呢，打光的情况下呢，你看有点发白，对吧？说明它玉料并不好，并且您看啊，这个位置有个切割痕，古代器物有这么随便吗？你看里边有台阶痕，很粗糙。现在你觉得还有信心吗？这件器物？好，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啊。那么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中间这个孔啊有台阶痕是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在古代这么深的一个器物，它打孔的时候呢，是用管钻钻到中间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再从这边钻，钻到快要断开的时候呢，敲击把中间的芯料取出来，它就怎么样呢？会有一个接口不齐的情况。哦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有一条线，是片切割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做这个料的时候啊，要把这个料先做成个料坯，就是切料坯的时候留下的痕迹。那么在这个边边角角都能够看到粗糙的沙子打磨的痕迹，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玉料呢是白的，为什么有黑的呢？因为它作为礼器啊，当时它应该是疗祭的一个作用，就是火烧祭祀的一个作用。烧完之后呢，它会形成一些裂纹，而且呢发黑。那么综合这个器物呀，所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判断，这是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的一件高体玉琮的珍品。好，谢谢昨天。东西非常好，尺寸非常大，只有14公分，看着有点粗糙，它其实呢尺寸啊是非常规矩的。看着不起眼，没想到真的打眼了。那您还需要我给它进行估价吗？并不了，这是爷爷给的东西，都属于武家来。好好保存，恭喜您鉴宝成功，送上我们华约之门的收藏证书。好。哎，老师你好，这是我家里传下来的。我刚才看好多都是家里传下来，都是真的。我这个应该也是真的。我们一看，这就是3件3件这个蜜蜡。你像这个蜜蜡呢，就是上面雕了一个赤龙，这是一对的。这对呢，就是一个牡丹花，还有凤鸟，富贵啊，寓意富贵吉祥啊，非常好。它这个背面呀，有这种刮的痕迹啊。我们知道这种老蜜蜡呀，是在这个是古代啊，可以入药的。刮的痕迹呢，很可能就是入药形成的。这是我老爷爷传下来的，我老爷爷跟我爷爷治病时候刮的。哦，听他说是差不多7、8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，用这个东西入药。入药了。对，具体我也不太懂，只知道这个应该是琥珀。对，这是一个蜜蜡，这个蜡呢非常好，我们能看到非常通透。这个题材呢非常吉祥，就是凤钗牡丹。这个赤龙呢也是我们中原常见的这种赤龙佩啊，这样作为帽正来缝在帽子上来使用的。大小尺寸啊，就叫1虎1指，尺寸刚刚好。在灯光打灯的情况下，你看到这个有自然的开裂，而且呢，在这些有使用痕迹非常明显，这都是传世过程中形成的，非常自然，并且这个题材呢要稍微好一些，价格要高一些。这对呢就稍微薄一些，但是呢体型也比较大。虽然说后边有花，但是它不失为一件我们中原地区的很好的艺术品，它是一组清代的蜜蜡的珍品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老师也不用住到家里，知道家里传下来就行了。这个东西也比较有意义，家传一准备是价格更对，也准备是再往下传一传。
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工艺不错，好好保存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带的不少啊，一次性拿来了3件，那可见家里还藏有很多宝贝。还有的，我说玩了多少年了？有10来年了吧。今年多少年纪了？我74。那这3件是您精挑细选出来的？我也不懂，这东西是8000块钱。然后你心里觉得它值多少钱？没有说。那心里面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东西万一值钱都几百万呢？没想过。没想过。没想过，你说明说假话。你能问他在座每一个人，你想发财吗？都想捡漏啊！你心里面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，都暗暗惊喜过多少回了？哇，梦里想捧着它都想笑。对，是不是？那万一钱打水漂了，就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漂亮就漂亮。那您喜欢收藏，买这些藏品，家里人支持吗？现在重新问一个问题，家里是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那就是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华谊之门是整整16年了。这个16年来，看到就像你们这样的人无数，我总结出来几个经验。就像你们买这些东西的人，第一，年纪呢都是在60岁到80岁之间。第二呢，读过书没文化。最重要的第3点就是嘛，想发财。那很简单啊，就拿这件东西说，为什么说没文化？你看后面写的是什么？宋徽宗宣和。你看宋徽宗什么？是他的庙号。就像乾隆叫清高宗。我们乾隆这2个字，老百姓也可以用，皇帝也要用，因为它是年号，就像2026年一样。乾隆多少年？你哪看到过有说用清高宗吗？清高宗是庙号，庙号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，我老爸清高宗，雍正死了以后，然后乾隆说我老爸清世宗，他们的宗是才可以用的，哪有说普通老百姓好用，还刻在盘子上。你看，读过书没文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还有一点呢，想发财，你看啊，这个都是成化的，看到吧？那成化的鸡缸杯2.8个亿，大家都知道。我这个东西买了以后800块钱，万一值800万、8000万呢？想以小博大呀。对啊，你想想有这可能吗？你对这些东西认知都没有。你看这个像油漆一样，这个是什么？都是现在那种化学产。这个1000块，你看这个跟这个有一个什么特点啊？都是现在的电脑体，就电脑刻制的。原来手工刻制根本不是这样的，这种款式啊，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的。哎，那很遗憾啊，大哥，那这3件都是现代的仿品，能不玩就不玩了，对，是吧？东西呢很不错，很漂亮啊，就是颜色呀、光泽呀，从这个审美的角度有纯种你问是吧？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买了20多年了。这个和汝窑不一样，这是钧窑的，这是钧窑的。内釉呢是天津釉的，外面是红釉的。圈足工艺呢也有护台釉这种效果，上手呢很重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第一，它的胎泥啊是细腻的啊，包括这个上面的釉呈现出来的这个窑变釉的这种红釉效果呢，变化都非常的好看。这里边含有金属成分。金属成分氧化铜成分，这为什么会发生窑变红呢？是氧化亚铜色是红色的。它这烧造的过程当中，它不是有锤釉吗？锤釉了之后呢，这釉呢堆积在这里，烧完之后，它在这里釉后釉呢，它要把它处理掉。那么这个痕迹的细微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它是有年份的，经历时间很长年份的。哦。这个修台工艺啊，不是那种传统的和宋金时期那个修台工艺一致的，但是它和明清时期的这个工艺也不太一致。它的底部倒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，就比如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磨损痕迹啊，没有那种，但是在边沿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。那么它也不是新的，但是老到啥时候呢？按照这个工艺的这个制作来看呢，差不多有100来年吧。花了多少钱？80块钱。80块钱，那你买值了，保守的估价要8000块吧。好，恭喜你啊！来了。你又过来了？第4次嘞。今天带的什么东西？今天2面铜镜。这个我是把它当是唐代中晚期的。
那这两枚铜镜相对来说的话，这枚看上去更开门一点。对对对对。但这个东西你认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了。那我是按照这一条线，这上面有一条柱线。哎，大家看看它这两枚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这个看着颜色发闷，那个看着颜色发亮。我觉得这个也像真的呀。知道干啥用的吧？这照镜子。您带来的这两枚铜镜呢，表达的内容呢，基本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。首先它没有人物啊，这两边呢都是花鸟草兽。这枚镜子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了一种水中的一种莲科动物，双鸾形状的，鸾凤和鸣，双鸾形状的草兽、飞马、飞鹿、双鸾，还有寿山，唐代和北宋兴盛期常使用的这个图案啊。那么这个是圆形的海兽、葡萄。还有这个飞鸟，这上面的鸟呢，它头昂起来了，已经超过了这个边沿。那么这种工艺叫什么？叫过梁工艺。从制造工艺上来讲呢，这个工艺就成为比较更娴熟、更具备艺术性的工艺特征。但它是不是一个时期的呢？那这个铜镜的边沿处啊，这个工艺锯齿状的这种工艺呢，它多出现在什么时期呢？汉代中期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它上面出现的什么呢？海兽、葡萄，还有这种跑兽、飞鸟的这个图案，出现在什么时期呢？出现在唐代这个时期。那么这就发生了信息的紊乱。唐代的镜子呢，可能会更厚一点，但这个呢，更接近汉代的这种制造工艺。它是什么时期的？我问一下，隋代的是吧？唐早期啊，隋这个时期呢，它这个纹饰是比较吻合的。这面铜镜呢，光泽看上去非常的温润，上面的氧化铜锈的次第感非常的合理。您带来的这面铜镜呢，是隋代的传世珍品。那么这面镜子呢是慢黑夜口的，所以说从审美上来讲呢，这个审美更接近宋代。您认为它是什么时期的？唐晚期5代的。但这面镜子呢，它的光泽以及它的工艺呢，其实是有疑问的。这个铜呢是合金铜制的，它里边有铅、锡、铜、银，它是在当时的这个制造工艺上，它叫合金铜。这上面的晦涩的这种光泽，就是因为在环境当中受影响了，被侵蚀到了。它的镜面里边出现了很多斑驳状的麻坑坑状态，它符合宋代早期和您说的这个5代末期这个时期的工艺特征。所以您带来的这面镜子是5代到北宋这个时期的传世珍品。大家认为它的能值多少钱？这个得5万，这个5万，这个呢？估计少说得10万。这面镜子，我认为你买的4万块钱呢，物有所值。这枚呢，你买的1.7万，也不算贵，也物有所值吧。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节目，送上一本我们栏目的收藏证书，恭喜你！感谢华谊之门啊！来的东西千奇百怪，有70几公分高的，平也有这种钢。你们来猜一猜，这东西老不老？看着像老的。他今年68岁，这个你有他年纪大吗？没有，有他的年纪大。没错，东西啊比你老，民国晚期的，就是那个腌菜坛子。北方我们在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陕西都有这种土窑烧的，但是这种东西啊不值钱的，出货。看我说老师，你看这地上面它刻着数字，就这是一个一是吧？啊不，你不要搞错，这个是开裂。属于啥窑口啊？这个就是北方的窑口，小窑土窑烧的，山西也有，河南也有。属于这磁州系不？磁州系价值没有？没有价值的。